美国在2021年爆出大新闻，他们在试图近距离的监视中国实践 20A 卫星的时候，被中国方面识破。实践 20A 迅速机动，躲开了美国人的骚扰。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节目是一个年度综述，题目是2021年的太空繁荣背后是安全态势的急剧恶化。2021年的宇宙空间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商业航天取得了大发展，不但发射了很多的商业卫星，还有好几家公司把旅游者送进了太空。成就最大的当然是我们国家的载人空间站开始建设，实现了航天员的长期驻站。但是在繁荣的背后是空间安全态势的急剧恶化。美国和俄罗斯在宇宙空间里明争暗斗，险象环生，只不过双方还算是比较克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恶性事件。我们先说好的一面。到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国外的火箭一共发射了1618个航天器，其中17个失败，成功的是1601个，发射数量创造了年度历史新高。我们中国也发射了50多次，其中虽然有少数的几次发射失败，但绝大多数取得了成功。特别是2次天舟货运飞船任务、空间站核心舱的任务、2次神舟飞船任务全都取得了成功。宇航员的舱外活动取得了成功。我们第2批宇航员还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首次，也就是首次在太空给宇航员礼放。但是在国外航天活动就没这么从容了。美国在2021年爆出大新闻，他们在试图近距离的监视中国实践 20A 卫星的时候，被中国方面识破。实践 20A 迅速机动，躲开了美国人的骚扰。美国在2021年非常强调一个词，叫做体系弹性。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抗打的能力。如果军用卫星的一部分被击毁了，要利用剩下的卫星加上民用卫星迅速的恢复作战能力，然后要重新迅速的发射卫星，把系统恢复起来。所以美国军方或情报部门联合起来，重新制定了商业遥感卫星的服务采购合同，包括光学卫星和雷达卫星，把民用卫星拍摄到的情报融合到军用情报体系里面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不一定只有美国卫星，他们也考虑用欧洲盟友的卫星。比如说欧洲有一家冰眼公司已经发射了14颗雷达卫星，最高的分辨率可以达到 0.25 米，识别地面上的车辆目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美军也没有放松军事卫星的发射，发射了一颗巨型的索眼12卫星这种卫星比公共汽车的过头还大，分辨率可以达到 0.1 米。这个 0.1 米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个个的清点地面上的步兵的数量，能力非常强大。美国还发射了第5颗静止轨道的导弹预警卫星，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一颗。但是美国军方一直没有公布它的部署的位置。当然了，有些国家是具备监视它的行踪的能力的。俄罗斯今天把篓子通到天上去了。11月中旬，俄罗斯搞了一次反卫星武器实验，打爆了自己的一颗旧卫星。俄罗斯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儿，但是美国表现出了强大的空间监视能力立刻把这次试验的很多重要的参数全部都曝光，然后几个部门一起联合发文，把俄罗斯搞得非常的狼狈。因为这次试验距离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都不太远，虽然从理论上讲不会给宇航员带来什么威胁，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有点不太负责任。挨骂归挨骂吧，俄罗斯军事航天部队的工作那是一刻都没有停呢。他们今年的重点工作是恢复侦察卫星体系，光学卫星透出了一个小字。9月9号发射了一颗叫做刨1的小卫星，它的分辨率只有 0.9 米，只能清点一下地面上的装甲车辆，但是它的体积比较小，这也算是技术进步俄罗斯还发射了一颗电子侦察卫星，1颗海洋监视卫星，这是用来寻找和跟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
俄罗斯对导弹预警也很重视啊，发射了一颗叫做洞头5的导弹卫星，严密监视美国。日本呢，总是把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藏在民用项目里面。3月22号，日本发射了2颗一组卫星，名字叫做空间尺度寿命末期服务演示验证。据说啊，这2颗卫星是为了研究什么空间碎片的清理技术，把太空里的垃圾给抓住，然后呢扔回地球大气层里面烧毁。这2颗卫星，一颗是模拟垃圾的，叫做目标航天器，另一颗充当清洁工，叫清除航天器。据说在8月26号，清除航天器找到了这个目标航天器，然后用磁铁把它吸住，完成了捕获。我们都知道碎片清理技术，换个说法就是反卫星。日本要是把人家的卫星当成垃圾捕获以后，然后销毁了，那算不算威胁空间安全呢？2022年，宇宙空间还会变得更加的不太平，空间对抗会更加的激烈，中国必须为此做好技术和法律的2手准备。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